年总的积分也分为了3个阶段：春季赛、夏季赛以及挑杯，所以每一分都显得格外的珍贵。那来到今天旧赛的揭幕战这场败者组的比赛，看一下谁能够拿下继续往下走的这个机会了。第一小局比赛的话，蓝色方是桐乡琴酒，红色方是杭州 LGD NBW。那在班位上面的话，其实会有一些区别。对，这就是 B5跟 BO7的一个直观上的区别啊。班位上的话，琴酒是上来搬掉了关羽跟鲁班大师，然后 LGD NBW 则是搬掉了狂铁跟艾琳，有意放出盾山，但把艾琳给拆了。那就要看琴酒要不要接了。琴酒之前特别喜欢的是盾山加艾琳一起出，但琴酒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抢盾山。看老干爹会不会常规的使用世上无人成功盾山那个太苏烈或者刺杀了。我感觉 LGD 的策略是搬掉艾琳之后，你如果抢盾山，我再拆你一个盾山加吃叉。打盾山最多的基本就是太乙香香或者苏烈了。看到 LGD NBW 也是拿出了吃下加上苏烈这一套去打到了盾山。那这样琴酒就要自己想搭子了，要不然就是跟对抗路去组。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常见的盾山加上曹操，或者是盾山加上司空震。然后发育路的话，除非他选择用盾山加上孙尚香这种偏复古的，要不然他没有特别好的搭配，要不然就直接出敖乙对位。但他没有这么做，只出了一个曹操，然后把发育路位置先留了留，选择了沈梦溪先抢下来。那就看 LGD 特别喜欢在红色方3楼的位置出打野或是中路作为 counter。没错，现在都不敢拿香香，因为苏烈加刺叉这种打盾山香香冲击力太强了，活不了，封锁你孙尚香的输出环境。配一个曹操的话，就打团的话就是跟着曹操进场就没什么压力。那这样 LGD 在对抗路补出了一手司空震，他的双边全部确定了，这个双边冲击力还是很强的。是的。那感觉墨冷这边，如果是 LGD 针对发育路去搬的话，就是什么孙权、敖乙，甚至看情况要不要去搬一个有自保能力的虞姬。因为在2支队伍的上场比赛交手当中的话，当时秦九也有使用过虞姬这个英雄。对，然后还差一手孙权嘛，没有搬，是搬了狄仁杰。那这样保底墨冷能拿一个孙权，然后秦九这边的话3搬中路，武则天、海月、火舞。但能打沈梦溪对位的，还有嫦娥这一类的英雄。是的，他高位搬掉的是九尾这个赛季用的相对比较多的英雄。其实九尾还有一个英雄，杨玉环。杨玉环是的，感觉他今天应该会出把姜子牙。姜子牙打对面双前排挺好用的，全联盟最爱玩姜子牙之人。是的，而且之前的话，他们拿姜子牙4次拿出来打到的都是对面有苏烈的一个体系。对，今天可以期待一下。苏烈特别经常会跟一个狂体去做搭配，形成双前排，或者苏烈配个谭毅。今天呢，看到第一局比赛，看到九尾的英雄是放在了5楼出啊。秦九这边的孙权是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个点。对。然后橘右京拿出来对位去打到一个大司命，也算是对位相对好处理大司命的，有爆发。那就看 LGD 把九尾这个英雄藏到了最后。西施杨玉环，感觉应该是都是有一定的拉扯能力的，然后包括能够弥补一点开团。如果出西施的话，那这把小仔的压力会小一点。如果出杨玉环的话，也能接受。选择了小乔，一个好跟苏烈接后续控制链的英雄。爆发，还有爆发。这样整体阵容拿完了以后，两边其实这把的对抗性都是比较强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属于没有后排，都是往前冲的阵容了。但秦九的阵容就是孙权会显得有些拖。两边阵容的话，其实在前期的中野辅对抗能力上面，感觉都还是比较强的。对他们这中野辅都很容易造成击杀的。其实，你代入一下，你觉得橘右京跟大司命这把哪边的好打？我觉得这把肯定大司命好发挥一点。这把橘右京其实不是很敢一上去捅人，右边这阵容开他的太多了，就他贸然交易技能很有可能会被抓住时机，而且前面也打不动这个大司命。所以前期对于升天最好的思路是让自己变得比大司命有钱，去走一个发育路线。对，因为橘右京这英雄刷钱很快，他发育其实在打野里面算很快的那一批了。但有个问题，就升天这个赛季的打法，他并不是那种主流偏刷的。是的，他前期的对抗性还是偏多的，而且秦九这支队伍前面获胜的对局比较依赖于他去拿一些能扛能打的。就是他现在目前谭野玩的比较多。对，
就他的定位就是一个前排承伤开团，摸对面的野区视野，反对面资源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他拿到橘右京这个英雄的话，这个阵容首先就缺前排。但橘右京呢，他只能靠灵活性跟对面去打，他不能跟对面硬碰硬，所以他这把还是挺难玩的。所以两边其实两位很好的给到了一个看点，就是在于第一局比赛上来 BO7 的第一把秦九拿的，其实和他们这个赛季舒适区内的节奏风格是有点不一样的。是的，因为这个赛季像刚刚二位所说到的，申年更偏向是一个牺牲位，这个队伍的风格更多是利用中野辅去撑强度，让自己的双边进行一个发育。所以第一局比赛的话，首先对于申年他整体的刷野的思路以及他经济增长的速度，能不能够和这个赛季自己展现出来的分军技排在21位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低的数据形成一定的反差。而在 LGD NBW 这边的话呢，像刚刚今天聊到的一个点，就是他们的小控制和爆发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击杀能力在的。就是他的中野辅主动找机会的能力会比秦九要强一些。所以是不是说在前期，其实 LGD NBW 在整体的视野能力上面能够得到一定的掌控，帮助他们尽可能去多控前期双边的资源？他们这把两边阵容都很强势，因为 BO7 第一把都比较重要吧，就是大家拿的都是能接受的阵容，这把应该打架频率我觉得会挺高的。这就不得不聊到两边这个赛季有一项数据啊，就是在于 LGD NBW 这边，他们这个赛季先赢第一局的最后大场胜率有88.9%，非常高，接近90%。信心不一样嘛。进入到双方今天 BO7 的第一小局，蓝色方同乡秦九，红色方杭州 LGD NBW。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我是解说金宇。一上来我们看到双方的选手心率都是100多，常规操作。看来大家进状态进的比较快的。是的，这边大使命常规中开，这英雄抢中还是太厉害了。会让小乔直接拿到了1级的线权。这样发一路上面就可以使得 LGD NBW 去碰到这个红隼了。然后秦九这边就拿另一边，拿对抗路。但秦九这边是先反的对面的小野劣质，看他们能不能稳定控到这个空间之灵啊！大司命往下刷的，理论上是有机会的，应该是拿到了，小乔没去，一人拿一边嘛，就是比较常规的。其实那这样秦九相当于多赚了 LGD 野区的一组小野，就是那个劣质，然后举子弹补中线很舒服，给他微经济。这把他这个曹操的经济确实很关键，因为他这个盾山就是跟曹操配合的。对，这也是 LGD 在班位上去对盾山的搭子英雄做了一定的限制，秦九被迫只能把重心放在了无旋的曹操身上。这也是这个赛季无旋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些印象啊，他是一个输出团战输出，平时输出拉得非常满的一个对抗五了。今天其实两边在对抗路上面好看的地方就在于，小洛目前是分军伤害第1的对抗路，无旋是分军伤害第3的对抗路，都是前3啊。而且他们都是那种高经济高输出的对抗路，其实他们的属性是非常类似的。这边又把这个镊子给控了，连续控2个。那在前期的小野上面，其实这波可惜要对抗，苏烈这边要闪开了，橘右京这边是招了一个闪，没顶到。那这两边可能会做一波拉扯。这波如果顶到的话，还是非常有机会直接杀掉的。要1血了。那这个第2个空间之灵是帮小洛碰到了。毕竟小洛前面2个劣质全掉了，如果队友再不帮的话，他还是对线对的比较难受的。但这波没有走，等了一会儿。现在这个环境啊，发育下来对于秦九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他的双边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他阵容的坦度其实比较依赖于装备去支撑的。但也能够感觉到的一点就在于两边今天对于对抗路的一个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毕竟秦九发一路他现在选的是个孙权，就基本上不管他，让他自己过渡对线期。默冷的孙权好像玩的还挺多的，我有印象。默冷这个赛季孙权玩了5次，但只赢了1次，胜率会偏低一点。
然后孙权这个英雄整体这个赛季的胜率目前都还没有特别的理想，因为他经常拿出来是一个偏被动，就是发一轮没有特别好的选择了，会选择用孙权去对抗到叱咤，要么就打戈亚这种。是的，对位打。然后我们看到这把的经济升颠的决斗金，其实目前的发育还是比米苏大司命要快很多的。没错，经济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位置。就看这个4分钟的龙团两边的一个选择了。因为秦九先过了中线，所以他先站住了河道视野。这波肯定是要接的。蹲小草。苏烈这波有闪现有被动，闪现还没好。秦九其实这波加油接的谨慎一些了。苏烈4分钟龙团很强。盾山这个2技能没背到。但是看到这个位置是大司命先行站住了，苏烈就只有金想等1技能，但是1技能好不了了。苏烈有2条命，根本不怕。有被动在，包括整体下半图的一个对抗强度上面，4次对抗上面还是 LGD MB 的阵容更强势一点，在前期。这波暴君没有打起来的话，那其实下一波架就看谁先去主动抱团推对手的塔了。没错，边塔。这红 buff 要不要给小洛？肯定给，肯定给。给了。然后压制曹操没问题。对。但是如果这个红 buff 给他的话，不围着小罗打，给他创造1v1的环境就可以了。那就是让他去跟那个无旋单挑了。然后 LGD 可以给下路压力，是的。但是秦九这波先动啊，中线先抢，抢完之后直接转下，而且还有兵线。想多打少，4个人都在。沈梦溪大招先去压一波位置，但这波大司命也在尾随。但是这一下定住了，背回来打一个被动，卖个被动守塔。然后上路的话 ，LGD NBW 是小乔过去。帮了一波4空阵，压掉了曹操的塔。下路是 LGD 防住了，还是能推，下波线就能推。但问题是这个蓝 buff 能不能守住？看到升天是先行进去了，但这位置应该没啥问题，还是守了下来。依旧还是在打一个节奏的置换啊，但是在这个置换的前提之下，就是小洛这把他会有一个超前的发育，那在中期他整体的一个带线能力上面，其实也会给到队伍很大的帮助。中后期这个4分阵的带线，秦九不是很好处理。是的，带个红没压你完全。是的。哎，这边背到大司命要打一套，逼个大招。逼个大招，看一下侧面苏烈这个位置打了一个闪现。因为九尾当时小乔是吹起来了，这可让苏烈想要把人给留住，但沈梦溪也交出了闪现。现在整体的对抗路对位差了一个等级，小洛看到人就直接开了一个大招，直接打低了橘右京的状态，这样可以回头控蓝。吃到时空针的红利了，打出了很好的一个效果来。然后这波带完线回去再接个红，这也算是一个边野互利互惠了。我把红 buff 给你，你帮我创造了边线的优势，带我打进了对面的野区，反了对面的蓝 buff。哎，下路这波打起来了。橘右京想断线，叱咤啊，不想让他断。下一波蓝区的话，这个时间应该也快了。我感觉不好反啊，那边4空阵是吃了红 buff 的，虽然孙权这边也吃了红，但如果上线4空阵结了，直接传过来，依旧4打4，那边1打1。这个蓝没什么想法。主要还是因为现在上半图小洛他的发育太过舒服了，他可以随时控那个传送阵。而且小洛现在的心率也是领先全场的，接近160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心率上来的吗？刚刚蓝区打了一波。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第一个红给到他的时候，当时刚聊，我们他心率直接啊150了。对，他说把红给我啊。4空阵是这样的，拿个红就兴奋了。是的，非常明显啊。就相比之下啊，你看秦九这边的，就前面我们看啊，刚进对局所有人都是100以上啊。对。然后南风的心率反而是慢慢往下降了，越来越冷静。哎，这波橘子没一技能了，没协助了一下开起来，连控滴滴血，米苏拿到，对位击杀，而且侧面带着红 buff 直接单杀9寒。哇，小洛一个人完全不怕的，跟着曹操直接对着砍，2闪背过去，给了一下控制，感觉还能拉回去，看一下孙权直接砍了上去，能完成收割，但自己的位置有点危险，交了个闪现，躲了一波技能，想追小乔，再冲进去，2连击破，到后面看米苏支援过来了以后，被动先甩死了一手盾山，那得见好就收了。是这波团本来就以为 LGD 是大获全胜，要占更多的优势，但是没想到这边秦九的射服赶过来，扭转了这个局势。其实秦九第一波他是贪了，他应该是换上1塔，然后互换塔的，但是他们红区选择还在那里跟对面对抗，被逮住了。就是被大司命拿了个1血，但好在他们的射辅及时回防，
去打那个司空阵，包括顺带着把小乔也给收了。而且这波墨冷他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击杀收益进账，对，拿了个双杀。这波小团的缩影也是秦九在这个赛季整体的一个表现啊，就有的时候他们的打野出现这种意外掉点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双边是有在团战当中能帮他们兜底的。两边这经济都拉不开，基本上还是要看4分钟龙团了，10分钟龙团了。是的。主要看10分钟前的这一波红区的对抗。苏烈出了一个奔狼，有点想要抓机会，来了，开奔狼，直接冲，从下路吊牌，大闪拍起来2个，所有人直接拥而上，究竟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回头这个位置上，墨冷在叠被动，直接砍了进去，配合上队友，先把大司命给击杀掉了。侧面的话只有这边一个吃叉叉交了一个闪现，走不掉，这边人给带回来，墨冷锋芒毕露。所以这个 LGD 这波打也不赚什么东西、啊，没有很赚。这2波都是让孙权收割了。对，是的，就是他们全部技能先交给绝有金，然后后续其实秦九的核心是双边啊。这绝有金舒服牛就行了，其实关键不在他把技能吃了，其实很赚的。而且是在10分钟之前 ，LGD 打了这么一波节奏出来。当时我看苏烈的被动也都还没好，去越了那波2塔，并且曹操当时是传过来的，他们知道曹操也在，曹操一个大肉一解，反手配合队友就把小乔先砍掉了。而且这波还是个越塔。对，就是因为越塔了，而且他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比较敏感，导致这波大节奏。然后主节奏都被秦九所掌控。哎，看到红区又打起来了，究竟这个位置倒了，盾山也没。这波队友不在，收割不了。但是，其实上一波他那个奔狼，他想法就是10分钟看打个掉点，对，第一时间扫人，看能不能直接杀了走。但主要是绝有金他有一个提前的预判，所以他的位置是缩在了2塔底下。当时曹操也传了，有2个目标，所以 LGD 当时集火的目标并不是特别的痛。秦九这边核心双边经济还是很高的，是的。但秦九也出现了一波拿完暗影暴君，本来是他们压制局的，结果画面一回来，队友不在，然后那边红区被开了，打野辅助全掉，看他的位置，暴君白拿了。对，看他的位置应该是想借此去扩大优势，就想控一下对面的红，对，但是队友跟不上，这也是这个赛季秦九出现比较多的画面。现在老干爹想打赢团，其实还是得盯住秦九的双边。尤其是这个孙权，对，这孙权曹操现在团战杀伤力太大了。现在孙权是全场第1的经济，想抓一下司空阵这个位置。他们要抓太依赖于盾山的控制了，所以直接往后拉扯。绝有金这个位置站住了中左，应该会蹲到苏烈，苏烈直接顶进去，直接顶进来，抽一套，打了一下状态。还把小乔大招给逼出来了，但这种 poke 让苏烈没状态了以后，下一波 LGD NBW 不太好先手开，所以秦九要继续抓机会。来这边吃塔，吃到孙权了。红贝的位置，他看到孙权了，1打1，怎么说？队友赶过来，开了一个奔狼，要开始给压力，正面大招拍起来2个，但是对面不怕，直接反打找到了小乔的一个位置，盾山直接举着曹操直接冲了进去，但被兵甲给控了一下，还是被上绝有金一刀带走了小乔。司空阵这时候后手进场，小姐拿到手2连击破了，大招落地之后直接进行了一波收割。打了一下，但是看一下升天的位置还不错，被对面给控了一下。看一下墨冷又要进场了，叠满被动砍进来，无坚不摧。墨冷又一次2连击破，每波都在收割呀。对，都是 LGD NBW 第一波没有冲到他的状态都保持的还不错，最终是依靠着被动叠满大招进场完成收割。就 LGD 想退的时候退不掉。5-0-3的 KD 啊，现在墨冷。秦九打这几家大团的话，基本上都是以少换多，两边打架谁也不服谁。是的，但主要是在这个前置的第一波集火上面 ，LGD NBW 他们是把所有的集火都只交给了1个人，就苏烈大到谁，他就所有人技能先丢给谁。他这波打完，老干爹要守家了，苏烈技能全没了，被动也没有，出不来了。而且这么打，你看司空阵就前期 LGD 喂养的一个核心，他的经济现在还没有曹操高。是的。然后那边孙权的经济也已经过万了，5-0-3。团战伤害占比高达36.2%啊！这一局墨冷的孙权。那边1打1蹲到了，
1打1，这波橘右京是追着对面的吃叉在打，曹操来了支援过来开了个反甲，想回头反打看一下能不能换掉，定到了墙上，超杀2技能硬换掉。小九只能说小九第一时间怂了，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外边，然后不想跟对面打，但是发现曹操赶过来的时候就只能拼了。1换1已经是最好了，不然要白死的。是的。 整体的局势现在已经掌握在秦九手上了。但这波4打4的话还是要压，因为老干爹是少了一个发育路的。没错。上面要守吗？孙俪有被动了，不是很好守，大生命扛不住。要被消耗一些状态。想求稳去开黑龙，那得等橘右京复活，这样双方又是一波5v5团战。他们现在要把红控住，他红很关键。不给4空阵，对，4空阵和4杀太吃红了。 孙权再过一会儿就有机会换复活甲了。这波曹操找了个位置准备接团，老干爹是不想放的，孙俪有被动，而且他的奔浪是一直没换的，奔浪加冰甲全技能啊，这直接开了，想直接冲横草，但被橘右京先蹲一套，卡了一下，直接把吃叉打到半血，状态被耗低，曹操的位置也给了一些威胁性，接不了了，选择了后撤。那这样一来，秦九可以再拿一条暗影暴君，这条暗影暴君最好是能帮助他们提前破掉 LGD 的一个边高。 要不然这个局势如果就这么拖到了20分钟，那还真不好说。现在轮到曹操带线无敌了。是的。其实前期两边在对抗路倾注了很多的一个注意力，吴璇前期被打得很难受的，但还是在几波的这种野区的对抗当中，莫冷站出来。对他们后赶到战场，但是能够完成团战的胜利。 所以现在看到莫冷也是全场最高的心率啊，他应该频繁在跟队友沟通。是的，他已经神装了，看大4名顶在前面扛不住了，让孙权开始魔塔，配合橘右京的被动。那感觉秦九的样子应该还是想再求稳一下，继续打循环，把对面关在家里出不来，然后开主宰。控资源。 这段时间也是给到了对面一定的一个发育时间。但秦九现阶段只要利用好后边这条暗影主宰，把 LGD 的下路高地也给推了，或者说把3高全拔了，那这把就10拿9稳了，就把对面关起来。只要团战上他们不犯大失误，这个点就在于。 知道对面差不多要冲的时候，可以先后撤一步，躲过对面的第一波开粉。这一波小九的吃叉到了一个不得不打的位置，直接逼掉了什么鸡的一波闪现，状态也被打低了，但自己没有能够成功换掉，倒在里面了。那这样是纯亏了一个发育路。在带线的过程当中是和对面拼了起来，但这样造成了正面秦九现在是可以多打少的。对他们想直接压高地不拿龙，但是这波看一下小仔也是直接顶了进去，用自己的命去卡住了这波的一个兵线，被动也没掉。这波是苏烈和大4名利用自己的肉身轮流扛，然后让队友把这波线可以清掉。但中路还有兵线，这波小兵清掉了，后边还有，应该要回去开主宰了。这波主宰一开，应该是破3高了。我发现小九的吃叉在近几波团战当中，想要去绕后，想要去为己方的团战争得一些胜算。因为随着时间往后走了以后，整体的装备已经慢慢养上来了，更多的是他们缺乏一个开团第一时间的那种夹位。其实正面光靠一个苏烈很难打到对面的核心。是的。哦，这条龙秦九是直接放中路了，很有信心直接把下路给拿了。他可能是看下路防御塔那个血量比较低，偏残一些。对。就看这波两边怎么样去做一个攻防了。这应该是秦九最强的一波了。这波中路看他们选不选择越塔。这波盾山甚至有机会开。先找到了司空阵，打了一下司空阵，打到了一个半血，曹操压掉了位置。应该是要放了，然后还能转下。感觉有机会想去打终结的。现在猫一颗雷扛不住了。转到下路，把高地也拔掉，看一下秦九的选择。这个线的仇恨是被拉扯住了，盾山举着曹操先打了一波消耗，但是正面这个位置沈梦溪的话也是扑了比较多的一个伤害，
侧面看一下司空震开大进场压退了对面曹操和盾山的一个位置，再看孙权有又国甲进场，但是对面一个大招给把自己的血量给抬上来了。曹操2度进场收掉了残血的一个苏烈，同时拿着手2连击破下路，还有一个兵线在。看来樊家想去经验清不掉点掉血，让我们恭喜同乡秦九率先拿下 BO7第1局比赛的胜利。这把孙权太有画面了，非常有画面。虽然孙权整个赛季的